大家好，我是老高，欢迎来到睡前故事会。今天，老高要把这1800多年前那些被文人写得漂漂亮亮的包装全部撕掉，带你们去看看这场三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段婚姻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男人的算计和多少女人的眼泪。如果你觉得老高今天讲的这段历史故事对你有些启发，请你在影片下面留个言告诉我，顺便点个订阅，这样你以后就不会错过老高每天晚上给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了。各位乡亲老朋友，我们现在每天看电视看古装剧，里面的诸葛亮总是拿着一把羽毛扇子，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好像随便掐指一算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在将近2000年前的那个东汉末年，如果你真的走到那个叫隆中的乡下地方，你推开那扇破破烂烂的柴火门，你绝对看不到什么神仙公子，你只会看到一个20岁出头，被中南部那种毒太阳晒得皮肤非常粗糙，正卷起裤管在水田里面跟杂草还有烂泥巴较劲的北方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诸葛亮。那个时候的他头上没有任何的光环，也没有人认识他。在当时荆州那个地方，那些家里有几百亩土地，出门有马车可以坐的在地大老板眼里，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只有一个非常尴尬又非常卑微的身份，那就是从北方逃难过来的难民。我们在很多听书的节目里听到，诸葛亮在南阳种田，被讲得好像是一种非常清高、非常了不起的行为，好像是他自己不愿意去当官，故意躲在乡下过好日子。但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他不下田去种地，他是真的会饿死。在那个茅草屋里的诸葛亮的小时候，其实过得非常惨，简直就是一部逃难的血泪史。他出生在徐州那个地方，后来遇到曹操的军队去那边报仇，把当地的老百姓杀得血流成河。为了活命，还在念书的诸葛亮只能跟着他的叔叔离开家乡，一路逃难，逃到了荆州。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们才刚安顿下来没有多久，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叔叔就生病死掉了，留下一个10几岁的半大少男，带着一个小弟弟，还要养活2个还没有嫁人的姐姐。他们没有政府发给的薪水，也没有任何有钱的亲戚可以依靠。在这个完全陌生，而且所有的资源都被当地有钱有势的大长官家族紧紧抓在手里的地方，年轻的诸葛亮能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能带着弟弟去乡下开垦荒地，种田填饱肚子。隐居这2个字在太平盛世听起来很有情调，但是在到处都在打仗的乱世，这往往是那些没有权势也没有背景的人用来掩饰自己日子过得很苦的一块遮羞布。在东汉末年那个社会，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找一份好工作，靠的绝对不是你书读的有多好。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考试当官的制度，你要当官，靠的就是当地那些有钱有势的头脸人物互相推荐。你的出身好不好，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你的亲戚里面有没有做大官的，这些东西直接决定了你这辈子能不能去当官，也决定了你能当多大的官。至于你的才华和你的聪明才智，在没有大老板帮你挂保证的时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你的才华最多只能让你在那些大军阀吃饭喝酒的时候，在旁边讲几个笑话助助兴，绝对换不到兵权，也换不到真正的位置。当时的荆州是一个叫刘表的大长官在管的，但是刘表是从外面派来的，他想要把位子坐稳，就必须跟荆州本地最强大的几个大家族合作。这些荆州在地的地头蛇，透过互相嫁女儿、娶媳妇儿，织成了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巨大权力网络。
他们不仅霸占了荆州所有的好土地、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官位，他们还霸占了当时打仗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外面的情报。一个从外地逃难过来，每天只能在田里挖泥巴的破落户诸葛亮，哪怕他自己觉得自己比古代的那些大英雄还要厉害，哪怕他每天在田埂上大声唱歌抒发自己的抱负，在那些荆州上流社会的人眼里，他也不过就是一个爱吹牛的乡下年轻小伙子而已。他每天在村子里能听到的消息，最多就是隔壁村的老王家丢了一头牛。但是那些荆州的高层大老板们，他们手里掌握的情报是曹操的军队还有多少粮食可以吃，江东那边的战船今天开到了哪里。这就是诸葛亮在20岁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他虽然满肚子都是惊天动地的才华，但是他被死死地关在一个叫做阶级制度的黑箱子里面，连一点点出头的亮光都看不到。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黄承彦的老先生慢慢吞吞地走进了诸葛亮那个破破烂烂的茅草屋。这个黄承彦可不是普通的老头子，他是荆州非常有名的读书人。但最可怕的是，他背后那张大得吓人的社会关系网。他的老婆是荆州势力最大的军阀家族里面的大小姐，他老婆的亲弟弟是直接掌管整个荆州10万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老婆的亲妹妹嫁给了荆州的最高长官刘表，也就是当时非常有权势的长官夫人。用我们现在的大白话来说，这位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管的老先生，其实是整个荆州权力最核心的大哥大。这位老先生看着眼前这个身上沾满泥巴，但是眼神非常锐利的年轻人，他没有跟诸葛亮谈什么天下大事，也没有考他读了多少书。老头子一开口就丢出了一个在历史上留下白纸黑字，而且让后代无数爱看热闹的人讨论了1800多年的残酷提议。老先生说：年轻人，听说你最近在找老婆，我家里刚好有个长得非常难看的女儿，她的头发枯枯黄黄的，皮肤也黑黑的，但是她的聪明才智绝对配得上你。你要不要娶她？各位乡亲，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当时才20岁的诸葛亮，面对这种突然跑上门来，听起来简直像是在羞辱人的相亲要求，你会怎么选？后来很多写文章的人总是喜欢把诸葛亮的点头答应包装成一种不看外表只看灵魂的伟大爱情，说孔明先生品德多么高尚，只在乎女孩子的内涵和才华，甚至后来还把很多神奇的发明都算在黄月英的头上。但是老高要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天真而且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古代那种非常冰冷非常现实的权力金字塔里面，结婚从来就不是两个年轻人互相看对眼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场非常残酷又非常精准的阶级资源重组。诸葛亮在听到黄承彦那句话的一瞬间，他的脑子绝对是在用最快的速度转动着，他马上就听懂了这位荆州大哥大话里面那种血淋淋的暗示。黄承彦递过来的根本不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女儿，而是一张可以直接通往荆州最高权力中心的超级门票。在那一刻，年轻的诸葛亮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也没有去讨价还价，历史上只留下了干脆利落的几个字，说诸葛亮马上就答应了。诸葛亮虽然答应了，但这几个字背后，他将要承受的是整个荆州上流社会铺天盖地的嘲笑和挖苦。当地的乡亲甚至编出了顺口溜，在街头巷尾到处传唱，大家都在笑说，千万不要学诸葛亮娶老婆，居然为了攀关系去娶了黄承彦家里那个长得很丑的黄毛丫头。在这些非常刺耳的嘲笑声中，那场没有任何浪漫可言的婚礼就在隆中那几间破茅草屋里面悄悄地办完了。没有人去在乎那个盖头下面头发枯黄皮肤黑黑的少女，她心里会不会觉得害怕？
也没有人真正看懂那个在大家的嘲笑声中安安静静的年轻人。他的眼睛里面正燃烧着怎样可怕的政治野心。属于诸葛亮的那个没有出路的困局，似乎因为这场婚姻被硬生生地撕开了一个洞。但真正的磨难才刚刚向这对新婚夫妻露出他可怕的牙齿。新婚的晚上过去之后，天亮了。诸葛亮和黄月英面对的不是什么才子佳人恩恩爱爱的浪漫早晨，而是整个荆州上流社会对他们铺天盖地的嘲弄，还有那个年代最冷酷的阶级眼光。那句嘲笑他们结婚的顺口溜，在当时的城里面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所有的茶楼饭馆，也飞进了那些大长官家里的后花园。这句话的杀伤力，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只是路边无聊的八卦新闻，但是在那个非常看重面子、非常讲究门当户对的古代，这就是一种对人格公开的处刑。我们必须先来面对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黄月英到底长得有多不好看。历史上记录他爸爸自己说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头发干枯发黄，皮肤黑黑的，没有光泽。在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里，什么叫做美女？就是要皮肤白的像水煮蛋一样，头发要像瀑布一样又黑又亮。黄月英的样子，在当时的眼光来看，绝对是被排在最底层的。有人去考证说，她可能带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常常在太阳底下做农活，没有擦防晒的东西，所以被晒黑了。但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那个把女人当作家族联姻的装饰品和生小孩工具的时代，一个没有外貌条件的女人，哪怕她家里的背景再怎么强大，也会被别人看不起。但是诸葛亮这个自尊心极强，心气比天还要高，觉得自己比古代大将军还要厉害的男人，却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把这个被大家嘲笑的女孩子恭恭敬敬地娶进了门。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一种近乎冷酷的绝对理智，才能做得到。很多人为了维护诸葛亮那种完美圣人的形象，非要硬凹说他有一双能看透外表的法眼，说他纯粹是爱上了黄月英的灵魂和才华，甚至后来的民间故事还要强行给他加戏，说那些打仗用的木头车和连发十字弓都是他发明的。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结婚以后可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默契，但如果把这场婚姻一开始的动机完全归结为纯纯的爱，那不仅是太小看诸葛亮的政治头脑了，更是对那个残酷乱世的极度无知。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忍受全荆州人的嘲笑，是因为他非常清醒地知道，他在这场看似受委屈的交易中，到底拿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筹码。让我们掀开东汉末年荆州的权力面纱，看看黄月英背后究竟站着一个怎样让人头皮发麻的情报与资源大帝国。黄月英的母亲是蔡家的大小姐，蔡家在荆州是什么地位？那是掌握着枪杆子和钱袋子的绝对土皇帝。黄月英的亲舅舅就是蔡瑁，是荆州水军的最高统帅，手里握着10万大军。他的小姨妈是当时荆州最高长官的枕边人。除此之外，荆州的另外几个超级大家族也都跟蔡家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和师生关系。在娶黄月英之前，诸葛亮只是一个在田间地头唱歌的北方流亡青年，他的才华就像是被锁在一个完全隔音的黑屋子里，不管他怎么大声喊叫，外面的大人物都听不见。但是娶了黄月英之后，一夜之间，整个荆州高层的政治势力分布、军队的调动情报，哪个人升官了，甚至最高长官今天在饭桌上咳嗽了几声，都可能透过这层亲戚关系，在第一时间传到隆中的茅草屋里。你以为诸葛亮后来在草堂里面给刘备分析天下大事，告诉刘备应该先占领荆州，再去攻打四川，是他在田里面掐指一算就算出来的吗？
你以为他准确指出哪个地方的长官很软弱，哪个地方可以去结盟，是靠晚上看天上的星星看出来的吗？绝大多数的历史说书人都故意忽略了收集情报的残酷性。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卫星地图的古代，想要画出那么精准的天下战略蓝图，需要极其庞大而且非常高级的情报网络。而黄月英就是诸葛亮接上这个东汉末年顶级情报网的超级网络线。透过老丈人等人的介绍，诸葛亮正式打入了荆州上流社会的核心圈子。他可以去参加那些高级的聚会，高谈阔论。他可以接触到从北方中原逃难过来的最新军事情报。他不仅不再是一个只会种地的难民，反而成了掌握核心数据和人脉的隐形操盘手。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仅仅只是去承受那些肤浅之人的几句嘲笑而已。这笔买卖对于一个立志要平定天下的战略家来说，简直太划算了。但是当我们把眼光从这些庞大的政治计算上移开，重新落回到那个被大家叫做丑女的黄月英身上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属于女人非常深沉的隐忍和悲壮。在这个被一群聪明绝顶的男人当作权力筹码抛来抛去的棋盘上，黄月英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吗？她也是读过书的，甚至被她父亲称赞为聪明才智可以配得上诸葛亮的女子。她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外貌是这场婚姻里面最扣分的地方，而自己身后的家族背景才是丈夫真正渴望拿到的敲门砖。这是多么残忍的自我认知啊！如果换作是一般的千金大小姐，或许会在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中变得尖酸刻薄，或者是每天郁郁寡欢。但是黄月英没有，历史上关于她的记载非常非常的少，但正是这种空白，折射出了她作为一个古代知识女性极其强大的内心力量。那是一种不吵不闹，却足够支撑起整个诸葛家族底盘的惊人能量。诸葛亮后来回忆自己在乡下的生活，说自己只是在南阳种田，但他每天忙着去外面交朋友，研究兵法，分析情报，甚至常常出远门去和朋友开战略会议。那么问题来了，隆中的那几十亩水田是谁在种？弟弟的学业是谁在管？家里那些需要打点的人情世故又是谁在做？就是黄月英。这位出身顶尖豪门的大小姐，脱下了漂亮的丝绸衣服，收起了心里可能存在的委屈，真正成了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在这个充满泥巴味的乡下村落里，她不仅是诸葛亮的妻子，更是他这个处于刚起步阶段的创业团队里面的大总管，是他的后勤部长，也是他心情不好时的出气筒。什么叫做才智相配？在和平年代，也许是夫妻两个一起看看月亮，写写毛笔字，画画图。但是在乱世，这4个字的重量是，当丈夫在外面仰望星空，算计天下的时候，妻子能够牢牢地踩在烂泥巴里面，用一双长满茧的粗糙双手为他扛下所有生存的艰难，并且在他被全天下人嘲笑的时候，依然能够用一种势均力敌的聪明眼光，坚定地看着他，支持他。那些在街头巷尾讲八卦的荆州上流社会人士永远不会明白，在这间看起来很穷酸的茅草屋里面，正悄悄地发生着东汉末年最深刻的一场智力与资源的融合。诸葛亮的战略眼光，加上黄氏家族的隐秘情报网，在这对夫妻极其默契的合作下，正在缓慢但是非常坚定地酝酿着一场足以掀翻整个天下棋盘的恐怖风暴。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历史的脚步悄悄地走到了公元207年。在那一年的严冬，天上飘着大雪，隆中那条满是烂泥巴的小路上，突然传来了杂乱的马蹄声。一个以前是靠编草鞋卖凉鞋出身，前半辈子打仗总是输，已经被曹操打得像只流浪狗一样的落魄大哥，
带着他那2个非常能打的结拜兄弟，正踩着厚厚的积雪，第3次来敲这扇破旧的柴火门。这个人就是刘备。当诸葛亮坐在草堂里面，把那幅他在脑海里推演了无数遍，甚至凝聚了妻子黄月英家族隐秘情报的天下3分计划图，慢慢在刘备面前打开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发出了非常巨大的响声。那个躲在乡下潜伏了10年的厉害军师，终于要睁开眼睛大展身手了。但是与此同时，对于站在内室门帘后面安安静静看着这一切的黄月英来说，这也是一场非常庞大的告别仪式的开始。当她的丈夫即将化身为那个要在千军万马中呼风唤雨的诸葛丞相时，她又将面对怎样被历史洪流卷进去的命运？在一片刀光剑影、不断相聚又分开的三国大乱斗中，这段从被大家嘲笑开始的婚姻，又该如何走完他那注定不会平凡的下半场？刘备他们3顾茅庐这件事情，在历史小说的美化下，被写成了一场充满浪漫色彩的神奇相遇。但在真实的东汉末年，这其实是一次非常疯狂，简直就像是在赌博一样的双向奔赴。那个时候的刘备已经快50岁了，大半辈子都在被人追着打，连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都没有。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破产倒闭、年纪又大的连续创业失败者。而当时才27岁的诸葛亮呢，他手里握着黄月英家族提供的顶级荆州情报网，他完全可以像荆州其他的年轻才俊一样，舒舒服服的去投靠兵强马壮的曹操，或者是去投靠占领江东的孙权。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把自己连同妻子黄月英带给他的所有隐秘政治资源，全部压注在了这个最穷、最惨，但也最符合他心目中政治理想的刘备身上。当诸葛亮跟着刘备走出隆中的那一天，很多人只看到了这位厉害军师出山时的意气风发，但对于留在家里看着丈夫背影越走越远的黄月英来说，命运沉重的铁锤才刚刚举起来准备落下。就在诸葛亮出山仅仅1年之后，荆州的天就塌下来了。统治荆州20年的刘表病死了，而北方那个让人听到名字就害怕的军事天才曹操，亲自带着大军往南边打过来。面对曹操大军压境的可怕压力，荆州的世家大族们做出了一个在乱世中最符合他们家族利益的决定，那就是直接投降。而这其中带头打开城门迎接曹操的，正是黄月英的亲舅舅蔡瑁，以及他母亲背后的整个蔡氏家族。各位乡亲，请你们设身处地的站在黄月英的角度，去感受一下那一刻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极度痛苦和撕裂。在这场卷入全天下的可怕战争中，他的娘家，也就是那些曾经在荆州呼风唤雨，给了诸葛亮无数情报和保护的豪门亲戚，全部都变成了曹操手下的官员，而她的丈夫诸葛亮却成了刘备阵营里面的核心大脑，正绞尽脑汁地策划着要怎么联合江东的人来对抗曹操，策划着要怎么把他娘家刚投降的主子曹操给活活烧死在赤壁的江面上。在古代，女孩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黄月英收拾好行李，决定跟着诸葛亮踏上逃亡之路的那一刻，她其实就已经在政治上和血缘关系上被自己的娘家给彻底抛弃了，甚至直接站在了生死仇敌的位置上。这哪里是什么才子佳人恩爱的浪漫出山，这分明是一场把一个读书女人的原生家庭连根拔起，然后直接扔进火海里烧掉的残酷牺牲。随着曹操的铁骑兵一步步逼近，刘备开始了那场非常有名的长坂坡大逃亡。历史上记载，当时有10几万的荆州老百姓不愿意做亡国奴，跟着刘备一起逃难。队伍走得很慢，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而追在他们背后的是曹操那支几天几夜
都不睡觉，一天可以跑300里的王牌特种部队。在很多古装剧里面，诸葛亮总是拿着羽毛扇子，舒舒服服地坐在安稳的4轮车里面。但真实的那个时候，诸葛亮正被刘备派去江东，去孙权那里进行九死一生的谈判，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舌战群儒。那么在长坂坡那片到处都是烂泥巴，到处都是死尸的修罗场地狱里，是谁在照顾诸葛亮的家属？是谁在漫天的箭雨和曹操军队的马蹄下面保护着这个极其脆弱的家庭？历史书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大片的空白，因为在古代写历史的人笔下，一场打仗的输赢只记录那些大将军的谋略，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极其惨烈的战争环境去推断，失去了娘家保护的黄月英，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逃亡中，必须脱下所有千金大小姐的体面和包袱，她可能不得不在满地的残肢断臂中去寻找干净的水源来喝，她可能要在曹军的追杀中将自己那张本来就黄头黑色的脸涂上更多的泥巴，好让自己看起来更脏更丑，借此来躲避乱军的抢劫和伤害。在那个连刘备都狠心把亲生儿子摔在地上的可怕夜晚里，黄月英这个诸葛亮背后的女人，是用一种比动物还要原始的求生本能，死死地咬着牙，把诸葛家的火种从死神手里硬生生地抢了回来。赤壁之战打完之后，天下分成3块的雏形终于出现了。刘备借了荆州，后来又打下了四川，建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政权。诸葛亮也从一个流亡的穷青年，一步步走上了丞相的最高位置，走上了中国古代做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顶峰。按理来说，丈夫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黄月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好好享几日清福了吧？错，大错特错。当诸葛亮的光芒越来越耀眼，当他成为整个帝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神明时，黄月英的命运反而被历史更加残酷地折叠了起来。到了成都之后，诸葛亮成了整个国家的大管家，在那个非常讲究长官部署规矩，同时内部派系斗争又极其惨烈的朝堂上，各个地方来的势力每天都在互相攻击陷害。作为丞相夫人的黄月英处在一个极其凶险的位置，她绝对不能过奢华的生活，因为她的丈夫高高举着拼了老命干活，死了才愿意停止的道德大旗。诸葛亮曾经给后来的小皇帝留过一封非常有名的信，他在信里面说，我在成都有800棵桑树，还有15顷并不肥沃的田地，我家里的子弟吃穿靠这些就足够了。如果哪天我死了，我绝对不会让家里有多余的不愁，也不会在外面有多余的钱，我绝对不会辜负皇帝对我的信任。这段话读起来确实是非常大公无私，让人感动得掉眼泪。但是各位老朋友，你想过没有，这800棵桑树和15顷薄田的微薄家底，在那个年年都在打仗的年代，要维持一个丞相府的日常开销，要接待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还要抚养家里的小孩，这背后需要一个女主人多么极端的精打细算，以及多么苛刻的自我压榨，才能办得到黄月英在成都的岁月，绝对不是在后花园里舒舒服服的喝茶赏花。她就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守门人，死死地守着丞相府不能贪污的底线，绝对不能给政敌留下任何可以攻击诸葛亮贪腐或者是生活奢华的借口。后来的野史和老百姓，或许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拜，也或许是出于对这位受尽委屈的女人的同情，给他编造了无数神奇的故事，说诸葛亮发明的那些运送粮食的木头车，其实是黄月英在后院画出来的设计图，说诸葛亮手里拿的那把标志性的羽毛扇，是黄月英送给他的定情信物，里面还藏着打胜仗的阵法。这些传说听起来很美，但是它们掩盖了真实历史中一个极其悲凉的真相。
老百姓宁愿相信她是一个能造出神奇木头车的神奇女工，也不愿意去正视她作为一个政治机器背后的女人。那种漫长到让人快要窒息的等待与寂寞，诸葛亮真的太忙了。他忙着去安抚边界的少数民族，忙着到处去筹集打仗用的粮草，忙着在汉中操练军队，忙着一次又一次地翻过难走的秦岭大山去前线打仗。在他们结婚以后的几十年里，这对夫妻相聚的时间非常少，分开的时间非常多。诸葛亮把自己的寿命，把自己的精力，甚至把自己的灵魂，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刘备临死前的那句交代和整个国家的江山，而留给黄月英的只有一个空荡荡的丞相府，以及每天晚上无止境的担忧和害怕。他没有像其他世家大族的贵妇那样在历史上留下几句好听的诗词，也没有像孙权妹妹那样留下拿刀拿枪的彪悍传说。他的才华，他那被父亲称赞为才智相配的聪明头脑，最终全都化作了这个庞大战争机器下最不起眼，却也是最坚固的润滑油。他将自己彻底隐藏在了诸葛亮那个巨大的影子里面，用一生的沉默和闭嘴，成全了丈夫千古第一忠臣的完美神像。然而大时代的悲剧是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隐忍和委屈就停下脚步的。当历史的战车开到了公元234年的那个秋天，一阵带着浓烈死亡气息的冷风即将从遥远的打仗前线阵地吹向成都。那场足以震碎整个国家天空的坏消息正在路上，而对于已经步入老年的黄月英来说，她一生中最黑暗、最需要用血肉之躯去硬扛的终极审判即将残忍地降临在她的头上。公元234年的那个秋天，前线的将星掉下来了。54岁的诸葛亮，这个大半生都在试图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硬生生把国家灭亡的时间往后推的男人，在吐出最后一口鲜血之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当最紧急的报丧文书伴随着几乎变调的凄惨哭喊声冲进成都城的时候，整个都城的空气仿佛在一瞬间被全部抽干了。老百姓哭得像死了亲爹亲妈一样，满朝的文武百官吓得面无血色，甚至连坐在龙椅上的小皇帝都哭得几乎要昏死过去。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朝堂上那片巨大的悲痛中移开，转头去看成都城内那座看起来有些寒酸的丞相府，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你会看到一个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妇人。黄月英在得知丈夫死讯的那一刻，她能像普通的农妇那样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吗？她能向朝廷哭诉自己孤儿寡母以后的日子该怎么活下去吗？不能，她绝对不能，因为她的丈夫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而是这个国家即将被推上神坛的千古第一完人。作为神的妻子，黄月英在失去老伴的极度悲痛中，被瞬间套上了一件名为完美活下去的老伴的沉重枷锁。这副枷锁重的简直能把人的骨头给压碎。丈夫一死，黄月英面临的第一个极其现实，甚至带有一点可笑的生存危机，不是政敌来找麻烦，而是没有钱。我们前面提到，诸葛亮临死前写给皇帝的信，说家里只有800棵桑树和15顷薄田，绝对没有多余的财产。很多人读到这里，只看到了诸葛亮的不贪钱，但是在现实生活的残酷逻辑里，这对于一个丞相的遗孀来说，是一份极度残忍的财产清单。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因为年年都在打仗，钱币早就不能用了。在四川，真正好用可以拿来换东西的硬通货，不是铜钱，而是当地出产的丝绸布匹。诸葛亮打仗的军费很大一部分是靠向东边和北边的敌人走私这些丝绸来换取的，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是建立在桑树和织布机上面的。800棵桑树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仅仅勉强够维持一个中下阶层地主家庭的日常开销。诸葛亮一死，丞相府失去了原本就不多的薪水。黄月英这个曾经荆州第一豪门的大小姐，现在手里捏着的就只剩下这800棵桑树和10几块靠吃饭的薄田。更要命的是，她绝对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捐款。在当时分成好几个派系的朝堂上，被诸葛亮生前用铁腕手段强行压制了几十年的其他派系人马，现在诸葛亮死了，无数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丞相府。只要黄月英接受一点点朝廷官员额外送来的钱财，哪怕别人是出于同情想要接济他，诸葛亮那个完美清廉的政治神像就会立刻被政敌抓住把柄，瞬间跌落神坛，被大家唾骂。为了保住丈夫用命换来的好名声，黄月英根本没有别的选择。这位被后世神化为能造神奇木头车的聪明女子，在现实的晚年岁月中，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亲自坐在发出吱呀吱呀声音的织布机前面，和家里的下人一起日复一日的纺线织布。你能想象那幅画面吗？在成都潮湿阴冷的冬天里，一个满手长满老茧的老妇人，借着昏暗的豆油灯，一寸一寸地织着丝绸布匹，只为了换取第二天的吃饭钱，以及维持丞相府那一点点可怜的体面。而她的丈夫此刻正被全天下的文人写进最华丽的赞美文章里，这是何等荒谬又让人心酸的现实落差。但这还不是黄月英晚年面临的最恐怖的折磨，真正让她日夜揪心，甚至可能在无数个深夜从噩梦中吓醒的，是她的儿子诸葛瞻。诸葛亮46岁才老来得子，生下这个儿子。前线出事的时候，这个小男孩仅仅只有8岁。在这个8岁的小孩身上，浓缩了这个国家后期最扭曲、最病态的政治生态。这个小男孩的悲剧，从他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死死地钉在了历史的墙壁上。在古代的官场里，有一种极其残忍的政治工具，叫做被人拿来当招牌的政治吉祥物。小皇帝和朝廷的官员们，为了安抚老百姓的心，为了证明国家依然继承着诸葛亮要去北边打仗的理想，他们需要一个活着的偶像。8岁的诸葛瞻毫无疑问成为了这个最佳的牺牲品。朝廷对这个小男孩极其好，他17岁就被皇帝招为驸马，也娶了公主，随后一路像坐火箭一样升官，最后甚至掌控了中央的最高权力。老百姓更是对他狂热到了极点。历史上有一段极其刺眼的记载，意思是只要朝廷出了什么好的政策，哪怕根本不是这个年轻人提出来的，老百姓也会盲目的互相转告，说这一定是小诸葛丞相出的好主意啊。如果是一般的母亲，看到儿子如此飞黄腾达，受人爱戴，或许会觉得光宗耀祖，非常得意。但黄月英不是一般的夫人，她是在荆州那个最顶级的权力绞肉机里长大的。她陪着诸葛亮走过了最凶险的政治暗礁，她看着眼前被众人捧到天上去的儿子，内心感受到的绝对是锥心刺骨的恐惧和害怕。因为她比谁都清楚，名声这个东西，如果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那是保护你的铁衣服；如果是靠继承父亲的光环和别人强行捧出来的，那就是催你命的毒药。这个儿子有他父亲的才能吗？正史上评价他写字画画不错，记性很好，是个优秀的文化人，但他唯独不懂的就是打仗和战略。黄月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老百姓和朝廷强行套进了一件根本不属于他的巨大铁衣服里。这个年轻人被养在深宫和大家的赞美声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父亲当年在乡下的隐忍，在长坂坡的逃亡，在赤壁的周旋。他就像一个被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的肥皂泡泡，飘荡在国家即将灭亡的悬崖边缘。
作为母亲，黄月英能怎么做？她能在朝堂上大喊我儿子是个没有能力的人，你们不要重用他吗？不能，因为那是打已经死去的诸葛丞相的脸，是动摇国家统治的根本。他只能在私下里用那把打手心的尺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儿子，试图用最严厉的家教去填补儿子能力与名望之间那道致命的巨大缺口。但历史的洪水不是一个老迈的寡妇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挡得住的。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黄月英到底是哪一年死掉的，但按照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来估算，他大概率在国家灭亡之前就已经带着无尽的忧虑闭上了眼睛。如果他泉下有知，当公元263年敌人的大将军顺着很难走的山路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一定会为儿子留下最绝望的血泪。那一战，被逼上绝路的儿子面对敌人的劝降，最终选择了一种极其壮烈但也极其惨痛的死法。他拒绝投降，带着诸葛亮的长孙，在一场毫无胜算、近乎自杀式的保卫战中，父子两个人双双战死在沙场上。儿子在临死前大喊：我没有除掉内部的坏人，没有守住险要的关卡，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人？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清醒了，承认了自己这个政治吉祥物的无能，也用诸葛家族3代人的热血为那个虚幻的神像支付了最后也是最昂贵的一笔账单。至此，那场从乡下茅草屋开始，伴随着一具头发枯黄、皮肤黑黑的政治联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权力斗争与生离死别后，以一种近乎满门殉国的极致悲剧落下了帷幕。从被大家嘲笑的丑女，到权力达到顶峰的丞相夫人，从默默无闻织布的老太太，到眼睁睁看着子孙走上死路的绝望母亲，黄月英用她一生的沉默和忍耐，向我们展示了在宏大的三国历史故事背后，一个古代女性如何被权力的巨大齿轮一点点碾碎，又如何用自己的血肉去填补那些名垂千古的大英雄们留下的裂缝。在这个极其惨烈的故事结局之后，历史的灰尘逐渐落定。而当我们把视线从古代拉回到今天晚上的床头，黄月英那被折叠、被榨干的一生，又该如何穿透这1800多年的时光，来抚慰我们今天疲惫不堪的灵魂呢？国家灭亡了，当敌人的军队踩着尸山血海走进成都的时候，那座曾经见证过诸葛亮拼了老命干活，也见证过黄月英无数个日夜穿梭在织布机前面的丞相府，最终沉入了一片亡国的死寂之中。儿孙的头颅成了敌人大军炫耀武功的战利品，而那个曾经用一句话开启了这半个世纪风云的老丈人，以及他背后的荆州大家族，也早就消散在了历史的尘埃里面。关于黄月英的结局，正史中没有留下哪怕一个字的记载。他是在诸葛亮死后不久就郁郁而终，还是咬着牙活到了国家灭亡，亲眼目睹了子孙战死的惨剧，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女人的生死往往是不值得被单独记录下来的，她们的出现是为了给大人物的履历表增加一抹色彩，她们的消失就像秋天落进泥土里的一片枯树叶一样无声无息。但是在后世的民间传说里，老百姓却给了黄月英一种极其魔幻，甚至有些喧宾夺主的补偿。在野史和说书人的嘴里，她被塑造成了一个算命风水无一不精的半仙。人们说诸葛亮的鹅毛扇是他送的，上面画着打胜仗的阵法。人们说震惊天下的运输木头车和连发弓箭，其实是他在后院里画出的设计图。甚至有人说，诸葛亮每次遇到解不开的军事难题，都要回家悄悄请教这位长得不好看的老婆。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传说？因为在普通人的朴素愿望里，他们太渴望看到一种像爽文一样的大逆袭了。
他们希望那个因为头发干黄、皮肤黑黑而被全荆州人嘲笑的丑女，能够用一种近乎神仙般的才华，狠狠地打烂那些看不起他的人的脸。他们希望那位高高在上的诸葛丞相，在家里其实是个怕老婆的人，但这恰恰是对历史真实，也是对黄月英本人最深的一种误解和看扁。真正的坚韧和强大，从来不需要用发明什么木头车这种虚假的神话去粉饰和包装。当我们拨开这些奇奇怪怪的民间滤镜，去认真看看那个真实的，在东汉末年地狱般的世界里活过一遭的黄月英时，你会发现，他身上那种属于普通人类的、带有血肉温度的坚强力量，远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法术要震撼10000倍。他伟大的地方根本不在于他懂不懂机械制造，而在于他拥有着一种在这个世界上极其罕见的绝对清醒以及稳住阵脚的能力。试想一下，从20岁那年顶着全天下人的嘲笑嫁给诸葛亮开始，他的一生都在被极端的外部环境用力拉扯。刚结婚的时候，他被世俗对容貌的挑剔和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无情的切割。赤壁之战前后，他被娘家抛弃，在刀光剑影的逃亡中沦为政治的赌注。到了成都，她又被丈夫那尊千古完人的神像死死压住，只能在清贫和孤独中战战兢兢地扮演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丞相夫人，最后还要眼睁睁看着自己唯一的亲生骨肉被绑上国家大义的祭坛去送死。这其中的任何一次打击，都足以让一个普通的古代女性精神崩溃，或者变得怨天尤人、歇斯底里。但黄月英没有，她没有留下任何抱怨的只言片语，她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老水井，把那个时代抛给她的所有嘲笑利用、孤独和恐惧，通通都吞进了肚子里咽了下去，然后在井底开出了一朵极其强悍、极其隐忍的生存之花。他用自己在荆州的情报网托举起了年轻诸葛亮往上爬的第一步。他用乡下田埂上的粗茶淡饭和成都丞相府里的织布机兜住了整个帝国最核心的后勤底线。他用一生的沉默为那个光芒万丈的丈夫挡住了身后所有的世俗案件。这不是神话，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被宏大历史故事直接折叠掉、隐藏起来的女性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缩影。她们没有站上点将台去指挥千军万马，但她们的血肉构成了那个乱世最坚硬的垫脚石。夜深了，历史的烽烟已经在将近2000年前的巴蜀大地上全部散尽。当我们今天躺在舒适的现代房子里，重新去审视这段从被大家嘲笑开始的逆向婚姻时，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我想，它带来的是一种彻底击碎现代人精神内耗的巨大力量。各位老朋友，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你是不是也时常感到非常的疲惫？你或许正在因为外界别人的评价而陷入深深的容貌焦虑，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了。你或许正在为了迎合世俗眼中所谓的般配和成功，而拼命给自己套上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活得非常累。你或许每天在家庭琐事和人际关系的夹缝中疲于奔命，觉得自己就像一台被掏空的机器，做得再多也没有人看得见你的付出，甚至连一句谢谢都听不到。这个时候，请你想一想，那个被骂了半辈子丑女，却稳稳当当地做了一辈子相府女主人的黄月英，外界的嘲笑真的重要吗？荆州的那些有钱人当年笑得那么大声，可最后在史书上名垂千古的是诸葛亮夫妇，而那些嘲笑他们的人，早就化作了马蹄下没有名字的一堆白骨。你根本不需要去发明什么神奇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更不需要向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个充满暴力之气和互相攀比的世界里，你能像黄月英那样看清自己手里的筹码，守住自己内心的底线，
哪怕外面刮风下雨，你依然能在属于自己的那几间屋子里把日子过得不动如山。这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英雄主义。不要去追逐那些别人硬塞给你的完美人设，为了当别人眼中的好妈妈、好婆婆而委屈自己。诸葛亮一辈子的完美，换来的是在前线吐血而死和儿子战死沙场的悲剧。在这个世界上，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的普通，甚至接纳自己身上那些被别人看不上的黑皮肤和黄头发，才是你真正获得内心自由、活得轻松自在的开始。历史的沉重压力都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政治算计和道德绑架，在时间的尺度下，最终都会变成一捧黄土。所以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请允许你自己卸下所有的防备和伪装，把那些白天里让你感到难堪的评价、让你焦虑的事情、让你觉得委屈的自我怀疑，全部留在卧室的房门外面。此时此刻，在这个安全的被窝里，你不需要是谁的完美长辈，不需要是谁的完美伴侣，你甚至不需要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一个会累、会痛，需要好好休息的活生生的人。感受你的呼吸，感受被子传来的温暖温度，让这跨越千年的历史长风带走你眉间最后的一丝愁绪。所有的苦战都会有终点，所有的委屈在这个温暖的深夜里都已经变成了岁月的过往。今夜星光灿烂，一切都已经过去，希望大家都能放下包袱，安然入睡。